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可能很多爸爸妈妈都遇过的一个亲子难题，我把它叫做建议的陷阱。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明明是出自一片好意给的建议，但有时候不但没有帮上忙，反而好像让孩子把沟通的大门就这样关上了呢？你是不是也常常在心里问自己这个问题呀？我明明是想要帮忙啊，为什么孩子就是不听呢？那种挫折感，我相信很多很用心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一定都懂。好，我们来想象一个很常见的画面哦。你的孩子跟你说：“我不想写功课。”这时候，我们的直觉反应是什么？可能就是马上跳进去，提供各种方法啦，帮他安排计划啦。但结果呢？孩子有因此更有动力吗？好像没有诶，他反而变得更沉默，甚至开始抗拒。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好好的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会聊聊为什么明明是好建议，听在孩子耳里却像是批评。再来，我们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孩子抗拒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然后我们会发现被理解这件事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会跟你分享3个比直接给建议更有效、更有力量的回应方法。哦，对了，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因为我为你准备了一个很温柔的提醒。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部分开始看起。为什么我们明明是充满爱意的建议，但是在孩子听起来却有点刺耳，甚至像是在批评他呢？你看哦，这个落差其实就出现在这里。我们的心里想的是我想帮你，但孩子接收到的讯息很可能是你是不是觉得我做得不够好？当我们说让我帮你，这样可以少走点冤枉路，他们感受到的却可能是我是不是有问题需要被你修正。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本意，对吧？但这种感受上的错位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在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中发生了。在心理学上这其实可以看成一种高低位置的互动。你想想看，当我们扮演那个专家或是指导者的角色时，是不是不知不觉的就把自己放在比较高的位置，然后把孩子放在一个好像比较低、能力比较不足的位置？就是这种不对等的感觉，会一点一点的削弱孩子的自主感，还有他自己想把事情做好的那份内在动力。所以关键就在这里了。你想想，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想要在一个好像自己随时随地都在被纠正的环境下长大，对吧？他们真正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个完美的指导者，而是一个能够让他们感到安心，可以去犯错、去尝试的空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孩子的抗拒。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叛逆，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这其实不是叛逆，而是一种很自然的自我保护本能哦。你知道吗？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内心深处其实一直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问：我的想法是有价值的吗？我可以靠自己思考问题吗？如果我们总是太快地给出答案、给出建议，那就等于是剥夺了他们自己去练习独立判断、去建立自信的宝贵机会。从大脑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更有意思了。当我们感觉到自己被批评、被指正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切换到一种防卫模式。这时候，那个负责理性思考的部位功能就会下降，然后呢，本能的情绪性的反应就会跑出来。所以下一次当你看到孩子好像把耳朵关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提醒自己，他不是故意固执，而是他的大脑正在启动保护机制来保护他自己。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既然一直给建议行不通，到底该怎么办呢？答案的核心其实就藏在被理解这3个字里面。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在心里。一个人在感觉到自己被理解之前，其实很难去清晰的思考。换句话说，情绪上的安全感永远是理性思考的第一步。
只有当孩子觉得自己的情绪被接住了，他的大脑才有办法从那个防卫模式切换到解决问题的模式。这边我想要特别澄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所谓的理解，并不等于同意。我理解你觉得考试压力很大，这不代表我就同意你可以不做功课。不是的，理解的真正目的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孩子感觉到，原来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这一切，而就是这份连结感，它本身就是最强大的一股力量。好的，那当我们了解了问题的根源，也找到了核心解方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最实用的部分了。我们要来学习3个比直接给建议更棒、更能赋予孩子能力的回应方式。这3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分别是：第一，先回应他的感受；第二，用问问题来取代直接给指令；还有第3，把选择的权利还给孩子。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仔细看看。第一步，我觉得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永远先回应感受，而不是急着去处理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下，孩子当下的情绪就像一杯很浑浊的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一直去搅动它，而是先让它静静的放着，等那些杂质慢慢沉淀下来，这杯水自然就会变清澈了。我们来举个例子哦，比方说孩子跟你抱怨，我真的好讨厌考试哦，我们过去的反应是不是很可能是，哎呀，讨厌也没用啊，还不是得一考，对吧？但现在我们可以试试看换一种说法，你可以说，听起来最近的考试真的让你觉得压力好大，感觉好累哦。你看这句话，他没有给出任何建议，也没有任何的评判，但他温柔地传递了一份理解。好，第二个方法是练习用提问来取代指导。提问这个动作其实是在传达一种非常重要的信任，你等于是在告诉孩子，我相信你有能力自己思考这个问题。你看这个对比就很清楚了，与其跟他说你应该要这样做那样做，不如我们换个方式问他，那你觉得在这件事情里面让你感觉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呀？你看，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提问，就能引导孩子开始往内心去探索，而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我们的指令。再来，第3个方法，把选择权留在孩子的手上。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在培养他的责任感。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经验，当做一个参考，但是最终的决定不要替他们做。比方说，你可以试着这样讲，如果是我遇到这个状况，我可能会试试看用这个方法。不过呢，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适合你自己的。你看这句话是不是既提供了支持，又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当一个孩子感觉到自己被信任，他才会慢慢的学会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好的，那么来到今天分享的最后，这里有一个要给你的温柔的练习与提醒。首先，我想跟你说，如果你听完今天的分享，发现自己好像就是那个忍不住一直给建议的爸爸或妈妈，请你千万不要责怪自己。那份忍不住的急切，往往只是因为你非常在乎、非常地爱你的孩子。我们今天学习的不是要我们忍住不说，而是学习在对的时机，用一种更温柔也更有效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关心。所以呢，这礼拜我想邀请你来做一个很小的练习。下次当你的孩子又来向你抱怨的时候，试着深呼吸，忍住那个想给建议的冲动。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帮他的感受命名，就只是这样。比方说，你可以说，那听起来真的很让人挫折诶。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就停在这里，给彼此一个停顿的空间。你可能会很惊讶的发现，你好像什么建议都没给，但你其实正在做的是帮助孩子长出他自己内在的力量。非常谢谢你今天的参与。如果你也想学习更多像这样能够建立亲子连结的练习，很欢迎你订阅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在教养这条路上温柔而坚定地往前走。我们下次见喽。